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卡环游记，我是大卡，我是小桃，你们好。我们在海边看落日。我是大卡，来自江尾海头的一座小城。2023年8月，我们驱车400公里，来到了我国最大的群岛城市浙江舟山。傍晚时分，我们很幸运地和海岛、落日来了一场美丽的邂逅。在这里，我们品尝了美味的海鲜面，也再一次见到了蔚蓝而又辽阔无垠的大海。我们现在要出发去浙江的舟山。我这个放前面吧，这边放吧。我们现在先去 KFC 吃个早饭，然后因为晚一点，时间上可能要4-5个小时才到那边。先吃个早饭，然后如果说中午饿的话，可能在服务区就吃一点东西。然后现在出发了，我们现在去肯德基拿早餐。对，然后介绍一下我们本次带的一些东西，行李箱，然后一些摄影的一些器材包，然后包括稳定器啊、无人机，然后吃的饼干、喝的水，然后还有这边是巨资购买的一个叫什么的史丹利的小推车。这边还我冰块没拿，我要回去拿冰块。我们保温箱里面放了一些药品，这个天如果说在外面行驶的话，保温箱的温度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温度太高会造成一些药品它失效啊怎么样，所以我后备箱里面一直是保温箱配冰块这样的一个配置。这个呢就是我们特意回来拿的冰块。我们现在拿好了冰块，然后再要去市区找熟悉的京东和顺丰老哥拿我们昨天才买的一个兔笼，还有一个固定麦克风的一个手机架。我们原先是昨天半夜买的，然后应该是昨天的下午可以到的，结果发现这个兔笼4代和3代是有差别的。如果说3代的老款直接用在4代上呢，模具是通用的，但是呢它顶部的收音麦克风它会遮挡一些，导致它的一些收音的一些差别，然后我们就退了，重新买。就是这样一个小东西，这个东西呢是放在手机上的，手机，然后接罗德的一个麦克风，上面有一个热靴口，这个叫冷靴，就是这个。OK， 这是这个小盒子 Osmo Action 4的一个兔笼。OK， 我们导航的是舟山市，然后总共有300多公里的路程。OK， 然后大概4个小时。OK， 开始出发了。稍微耽搁了点时间，然后目前来说大概走了1半路。现在时间是11:50上，然后刚刚过去差不多2个多小时。去皮鸡腿，还有一些饼干，这个都是饼干，还有什么鸡胸肉啊，一些馒头不是馒头，面包。然后我们在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有什么海盐饼？有点干。在服务区吃完点心，休息片刻后，我们再次踏上旅途。途中，我们经过了现世界排名第6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它犹如一条海上巨龙，连接起宁波和嘉兴两地。我们现在正在经过的是杭州湾跨海大桥。这个在早上、晚上走过的时候，真的会非常的好看。因为我们是一个下坡，因为看得到，好像
面比我们这个脚面都高，对吧？有这种视觉的错误。向右前方进入匝道，往岱山方向，不要进入收费站。我们已经到了舟山，然后到了下面的一个叫岱山岛，这个本身是一个叫岱山县的地方。因为已经到了下午点，然后一会儿就要落日了，然后我们想找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沙滩，然后可以拍一些落日啊，然后想找一个比较适合飞无人机的地方。然后我们看了这边的什么朱家尖啊、普陀山那一块都不太适合飞无人机，因为旁边有一个普陀山机场，然后那边都有禁飞区，然后我们这个是不能飞的，然后我们就找了北面的这样的一个岱山岛，然后先游玩一番。这边应该是他们有一个小渔村吧，这边看这边有一些渔船，然后这个上面还有晒网，哦不对，那是网对，笼子。哦笼子应该也不知道做什么。闻到了一股海的味道。看看那边，好像是人家养殖的一些地方，不知道养殖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被一座连接陆地的小岛吸引，想过去看个究竟。可到了眼前，才发现它是一座工厂。不能进去吗？不能进去的吗？厂里面了。哦，厂里呢？啊，那个旁边有渔村，好吧？这里可以过去，但是这个路刚刚回起来，路面不好。哦，好的，好，谢谢啊。要不你进来掉个头也可以。没关系，也可以。没有，我们这边可以直接走。啊，谢谢。好，谢谢师傅。可以，掉个头。对。没关系。我们是从9点50左右出发的，到现在3点50，快经过了多少？6个小时，好吧，6个小时，终于到了，太阳快落日了。然后我们希望找一处比较好看的海滩，然后用无人机飞一下海岛的一个景观是怎么样子的。我们途经的这个一个小山村，海岛上的小村，然后发现这边好像好多民房都空了，然后那个阳台上还有一些是用那个竹竿撑着的一些地方。我们来到了这个有人的小岛，然后这边有一处比较好看的礁石，这个叫礁石吧？对。然后我们来拍点照片，然后用无人机飞着试试看。就这个海滩。我跟你讲，这海滩个照片与实物不符。以为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礁石的地方，然后现在看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决定换个地方。看，我们现在出发去找另外一个比较适合看落日的海滩。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点1刻，还好时间还够。来到了这个一个就是西面是比较开阔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它不能下去，而且这个上面的海滩它的好像都是淤泥这种。我飞到了那个我们来的时候，然后想过去看的这个小岛，人真的没办法上去。你在拍什么？我在拍落日。我们花了6个小时，
然后到舟山，然后来到了舟山北面这个岱山岛，就为了看这一场落日。那边有一个小岛嘛，然后小岛上面有一个小的岛礁，然后想飞过去看看那个小岛长什么样子的。可以拍，因为确实感觉有那种就是海岸边基沿海岸那种感觉。我们那边很多都是底下河啊，包括淮河，它的就是冲积的一些平原，那边的那个海滩都是淤泥质海岸，然后这边的话有很多的就是露在就是海里的一些小岛，小岛在平地上其实它就是山峰，然后我们想就是它山峰里面山体里面有石头嘛，所以说那些基岩会露出来就比较好看。这种可以看一下你拍的吗？看完了落日，已经到了傍晚，我们也饿了，打算去岱山县城里吃点东西。接下来我们要去吃饭的地方喽，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比较黑的，所以要拿着手电筒。这个手电筒真的是太绝了，一照四周全亮了。OK， 就这家了，我们去吃个本地的本帮菜，因为就是小桃他不能吃这个海鲜，所以这一盆海鲜都是我吃的。这边的蔬菜价格是比较贵的，这个是20几对吧？对，我们就2个人，所以我们就这次简单一点，就点了3个菜，一个牛蛙，一个海鲜拼盘，还有一个干锅娃菜。可以说是金光。那我们坐一下吧，我没坐过。你们这个叫黄包车的还是叫什么的？就是黄包车。现在坐上了一辆黄包车，然后听这个师傅的介绍，去这边的一个夜市，对吧？去了时间长。啊？夜市集。10块钱你拉过去啊？那您今年有多大？我也50多，那跟我妈妈这辈差不多。对，您老家是哪里的？河南。那来这多少年了10多年了。怎么会想到过来的？国家开放了吧？原来在家种地的，是国家一开放，他不是
人往哪去都有，以前就在别的地方，那在天津也有好几年嘛。对。又跑到漳州，对，见漳州，还到过黑龙江。那您现在就是老婆孩子是在在老家还是也在这儿？老婆孩子在老家，有时候查船，或者是采个山瑞，家里钱好挣些。有的还做不了，他晕船，我也不敢扑，也怕到海里晕船，也怕做不了。是的，丢人现眼的，也就在陆地上踩个山车，有零工打个零工，干个其他的。那你们好好玩，好吧？好，谢谢，谢谢。你们想走了，这坐出租车都走了，到哪都拉。可以。再见了啊！可以。我们来到了这边的一个夜市，这个应该叫彩虹隧道吧？彩虹隧道。我帮他起的这个名字。哇，还有这个小车子，非常人。要做小路是吗？这个是什么机器啊？哦，加热的对吧？这个是冷却的。冷却的，好吧。这边是带加热，把糖加热的。这个为它让它那个温度均匀一点。那这是用的蔗糖对吧？这白糖，还有黄糖，麦芽糖。来，拿着，放到嘴里吃，慢慢吹，来吹。自己吹的呀，来是。好，我们给它冷却一下就好。好吧，好的。隧道尽兴，这是各地都在搞这种夜市文化什么。其实为什么？因为大家收入降低了，然后夜市是可以给大家增收的一个途径，然后又可以把就是愿意消费的人的这个盘起来。这边好像是一个码头，就太黑了看不。这边哦，这上面好像是海滩，都是泥土。这个场景啊，这是什么歌呀？我听不出来。在海风中，在悠扬的萨克斯声里，我们都沉醉了，打算至此结束今天一天的奔波。再经过这个彩虹隧道，我们就回去了。刚刚那个黄包车大叔拉着我们去了夜市，然后我们原先想打车回来，打车回去，然后现在呢就是逛马路，来这个海岛上做一场 city walk， 然后就慢慢的走回去。这边刚刚路过的时候说青菜1块9毛9一斤，其实还好，但是可能说就刚刚我们吃的饭店里面，本身饭店里面就贵一点，然后就可能抓住大家的一个心理，然后价格会变贵吧。现在是8月22日的早上的0点，已经过了0点，然后今天是七夕节，然后祝大家七夕节快乐。虽然在这个视频发布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现在我们即将前往订的酒店，预计要开50分钟左右。我是大卡，
2023年8月，我们来到了我国最大的群岛城市浙江舟山。前一天，我们赶在傍晚时分观赏了一场绝美的落日，也在喧嚣的夜市里找回了记忆中的童年。半夜，我们从岱山辗转来到舟山本岛，在沉沉的夜色下睡去。第二天，我们醒来时已经过了10点，打算先找个地方吃个午饭，再往朱家尖岛进发，去看蓝色的大海。相比于昨天的奔波，今天我们的安排就简单许多。先吃个午饭，再去朱家尖大青山景区。好好的天气呀，超级蓝。这个叫山鲜。想着昨天没吃过瘾，我们点了满满的2大盆。这个量确实有点多，单又比较贵，好像这个2盆加起来有100多。吃完午饭，我们启程前往朱家尖景区。都是山，所以它能变成岛就是山中的岛中就是海中的山。你看，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朱家尖大青山景区的售票处，然后这边的汽车排起了长队。今天是周一，没想到来这里的游客也有许多。我们沿着环岛和盘山公路转了又转，打算寻找一处合适的制高点，眺望大海，感受大海那样与众不同的波澜壮阔。终于，我们找到了一处人群聚集的制高点，此时一望无际的大海终于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我们经过这个环山公路的时候，看到这边有一个比较高的点，然后旁边就是海湾，然后可以看到远处的蓝色的海。我们来到一处游人聚集的海滩，拍拍照片，听听海风，任凭海浪一遍一遍地在脚下拍打，一瞬间恍如隔世。这个乌云一直在这个山头上，但是一直也不下雨。现在我们就要出去了。这个景区的话，它是晚上的7点，好像要环岛的公路要关闭，然后我们要赶在这个时候出去。如果说出不去的话，可能就只能住在这个岛上了。在平原上生活的我们，很少会走这种盘山公路。夜幕降临，在海风中，在海边的环岛公路上，看着天一点点变青、变黑，的的确确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体验。在海风中，在暮色里，此情此景，我不禁念起了曹操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正当我们吹着海风，开着车，沉浸在这种慵懒的气氛中时，我们的车出了点小意外。
经过了连续的盘山公路，突然他刹不住车了。我们赶紧狂按喇叭，打开双闪，靠边停下，一番操作，终于化险为夷。好了。看天气预报，接下来2天舟山都会下雨。我们决定启程前往舟山市区吃晚饭，晚饭后便连夜赶回家了。有可能在我们的一个刻板印象之中，就是生活在海岛上的人可能会相对来说闭塞，但其实现在交通都很发达了，就是怎么说呢？一些在大陆上生活的一些人，其实他们进出所在的地区的一些路啊，其实也就那么几条，海岛上也是那么几条。那可能说那个海岛上它会堵车啊、跨海的交通费比较多一些，但其实总体来说，海岛上的生活和大陆上的生活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可能说自然环境确实会差别大一些。可能说海岛上它的一个气温，就可能会白天也会很热，但是可能说到了晚上，它就一下子就凉下来了。人均多少？看拍不清楚。就这个，对啊，特惠双人餐，所以免预约抢购。反正你自己吃的，啥都是海鲜。好的。事实证明，还是要做好攻略。我们被坑了。对，吃完我们就回去了。回去的路上，我们路过宁波的时候，看到这个慈城服务区，很厉害，就是它的服务区里面竟然有一座宝塔。然后我们打算下次再来宁波的时候，然后就是看看这边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我上次经过这个服务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很特别，因为它是露天的一个服务区。进门还能看见一座仿古的宝塔。这个砖头好像这种仿青砖，也可能说是本来就是青砖。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长途开车，我们即将回家。下一次你们想去哪，可以在评